这是一部专门拍给变态看的超大尺度限制级反常规电影，根据杀人魔刘永哲案件改编。凶手狂杀10名花季少女，事后不仅残忍分尸，还将内脏烤熟食用以便提审，更是将韩国司法踩在脚下疯狂蹂躏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一名阴照女上门给客户服务，刚脱下衣服前去洗澡，竟发现里面有个男人拿着摄像机准备偷拍，气得小姐姐拿起衣服转身就走，临走前大骂两人是变态，结果这下把变态男给惹怒了，冲上来一把抓住他的头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见小姐姐被打得满脸是伤，男人一把将变态男薅进屋里，照着对方脸上一顿狂扇。在男人的敲诈勒索下，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。男人名叫钟浩，曾经是一名刑警，因暴力执法被警队开除，之后便创业做起了拉皮条的生意。被打的小姐姐正是他公司的妹子，可小姐姐这次却说什么都不想干。她说干这行的风险实在太大，所以想金盆洗手。无奈的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人离开。之后她接到了投诉电话，这名顾客对长相十分挑剔，钟浩只能派漂亮的美珍前去接待。在翻看通讯录时，他发现了一个尾号4885的电话，通过记录查询，上次接待他的女人已经离奇失踪，而美珍去接待的正是这个男人。钟浩急忙给美珍打电话，他以为是男人将他手下的女人卖到了其他地方，所以想要尽快找到男人敲诈一笔。而另一边的美珍已经成功和男人会合，现在正要前往对方的家中。小帅开门时，美珍无意间发现对方并不知道要用哪把钥匙开门，院子里的小狗也在冲着他狂叫。美珍还看到地上的土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来到屋内，她谎称去浴室洗澡，赶忙拿出手机给钟浩发位置，可没想到这里居然没有信号。她试图靠近窗户，然而窗外却是一堵墙。就在美珍陷入绝望之时，似乎看到了可怕的东西。只见浴池的角落有一束带血的头发，美珍瞬间被吓得目瞪口呆。她强装镇定走出了浴室，并谎称要去车上拿东西。小帅点头默许。当美珍来到门前，再次陷入绝望，门早已被小帅锁住。而钟浩在巷子里找到了美珍的车，却迟迟等不到任何消息。钟浩试图联系美珍，依旧提示无法接通。美珍已经被小帅五花大绑。男人将一个手提包扔在他的面前，他淡定地打开包裹，将杀人工具倒在了地上。女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她恳求凶手放过自己，家里还有女儿需要她照顾。凶手迟疑片刻，直接拿起了锤子。女人拼命挣扎，凶手接连砸了3次也没砸中头部，反而还弄伤了自己的手指。气急败坏的她索性直接用锤子砸。此时门铃声突然响起，可来人不是钟浩，而是前来串门的邻居。由于普先生很久没去教堂，所以就根据地址前来查看。很显然，这栋房子的主人正是普先生。他谎称普先生正在屋里睡觉，将两人邀请到了屋内。小帅拿起锤子直接冲向了两人。解决完麻烦，小帅准备将夫妻俩的车停到别处，却不慎在半路发生了车祸。和他相撞的正是钟浩。他来到小帅车前，让对方留下电话号码，然后走保险赔偿。可小帅却说他不需要赔偿。钟浩发现小帅衣服上有血迹，他试图拨打美珍的号码，对方的电话果然响了起来。小帅见状吓得撒腿就跑，钟浩在身后穷追不舍，毕竟曾有从警经验。不出片刻，拳脚所向将其打翻。最终钟浩成功将小帅制服，还搜到了对方的身份证，上面显示的地址并不是这。当两人回到事故现场，巷子里围满了吃瓜群众，没想到被巡逻警察拦下。警察发现小帅戴着手铐，对方怀疑钟浩冒充警察办案，便将两人带回了警局。望着言语嚣张的小帅，起初警方还以为小帅是受害者，眼看无力辩解。就在这时，专案组赶到了警局，并要求带走小帅。小帅被带去专案组调查，而钟浩则被警局释放。钟浩图从他车里寻找线索营救小美，可惜只找到一串钥匙。于是他叫来手下，让其在周边挨家挨户尝试，务必找到对方的住址。小帅面对专案组的询问，他承认了有12人遇害，还轻描淡写地讲述着杀害女人的过程。当问到埋尸地点，小帅却只字未提，显然早有准备。因为在韩国的法律中，如果警方24小时内找不到杀人证据，自己依然可以大摇大摆走出警局。小帅也因此变得肆无忌惮，还趁机调戏女警察。而另一边，钟浩带着警察来到美珍家，他这才知道美珍还抚养着一个女儿。警察找到了美珍的头发，试图提取 DNA 与小帅衣服上的血迹进行比对，可小帅当时杀害美珍并没有穿衣服，血迹显然是那对老夫妻的。临走时，钟浩看孩子可怜，便把她一直带在身边。女孩询问妈妈的状况，钟浩只能骗孩子妈妈还在工作。随后钟浩找到了小帅弟弟家，可夫妻俩并不知道哥哥现在的住址。就在这时，钟浩无意间看到了夫妻俩的儿子，男孩患有先天性疾病，他只能尝试其他办法，
钟浩找到了一位同行，并冒充警察的身份要求调取客户信息。老板自然不相信他是警察。经过几人的查找，终于找到了曾服务过小帅并且还活着的女人。据了解，小帅曾对女人产生迷恋，多次直言要和她交往。女人向钟浩透露，小帅就是个变态，而且那方面不行。他曾经一直被小帅骚扰，还威胁要杀了他。女人无奈拉黑了对方。临走时，女人询问是不是小帅杀了人，女孩也隐约感到妈妈已经被人杀害。一路上，女孩嚎啕大哭。钟浩并没有放弃调查，很快事情迎来转机。小弟用钥匙打开了一扇门，等两人赶到此处，却发现手机有信号，这显然不是美珍失踪的地方。钟浩正准备离开，撞见了一位可疑的男人。男人看到陌生人拔腿就跑，钟浩和小弟急忙追了上去，两人无奈只能分头行动。小弟在路上不幸遭到偷袭，千钧一发之际及时赶来，又将男人带到地下室一番殴打。男人讲出了实情，他和小帅是狱友，小帅之前确实在这里住过。至于小帅现在的住址，男人并不知道。钟浩无意间看到墙纸，墙上画满诡异的话。就在此时，一波未平一波未起，刚回到车里，女孩消失不见，四处寻找直至绝望。原来女孩是在买饭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，钟浩抱着孩子送往医院抢救，所幸女孩并没有生病危险。美珍的死让钟浩很是自责，连来的挫败感激怒了钟浩，他冲进警局对小帅一顿暴力输出，即便警察也不愿阻拦。终于在小帅口中得到了埋尸地点，这是一家石雕厂，老板也承认小帅确实在这里工作过。上百名警力轮番挖掘，却连尸体的影子都没看到。钟浩根据地图判断，这里和小帅的住址相差20公里，他不可能将尸体埋在这么远的地方。可专案组组长死活不信，偏要等小帅前来现场指认。警察正准备带小帅前去指认，现场却遇到了一位检察官。当他看到小帅满脸淤青，认为是警方在暴力逼供，检察官不断给局长施压，如果找不到小帅杀人的证据，不但要将其释放，还要追究钟浩打人的责任。专案组组长接到通知，准备追究钟浩打人的事。钟浩被带上了警车，他明白一旦自己被抓，就再也无法找到美珍的下落，于是他故意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。钟浩借此机会完美逃脱，而此时的小帅已经被无罪释放。他大摇大摆地走出警局，专案组还派两人一路跟踪。可就在上地铁时，画面来到小帅的住所，其实美珍并没有死，她用地上的瓷砖割开了手腕上的绳索，然后跳窗逃到了室外。美珍突然发现小狗正在啃食埋在地下的尸体，美珍顾不上太多，匆忙逃出了那栋房子。她一路顺着巷子跑进一家小商店，老板娘被吓了一跳。美珍请求对方帮忙报警，并拨通了钟浩的电话，可钟浩正在逃跑，根本没听到手机铃声。当小帅来到商店附近，发现自己的烟抽完了，误打误撞走进了商店。老板娘告诉小帅，附近有变态在追踪一位女人，女人就在他店里，希望小帅能暂时留下来保护他们。老板娘抱怨警察这么久还没来，然而附近的警察正在车里睡觉。小帅借机向老板娘要了一把锤子，并警惕地关上大门。转眼老板娘就倒在了血泊中。小帅不慌不忙地靠近美珍，听到小帅的声音，美珍吓得浑身发抖，但她已经完全没有力气进行反抗。好不容易逃出来的美珍就这样死在了重锤之下。当钟浩赶来时，商店已经被警察包围。根据现场勘查，小帅早已从后窗逃走。听着美珍生前发给他的留言，内心充满了愧疚。透过窗户，他无意间看到了教堂的十字架，发现耶稣雕像正是小帅在墙壁上留下的涂鸦。结合小帅曾在石雕厂工作，他决定问一下神父。果然从对方口中得知了小帅的住址，接着根据地址来到小帅家，正好撞见即将外出的小帅。钟浩将对方拉进了屋内，他万万没想到居然遭到了小帅的偷袭。两人打到客厅时，钟浩在鱼缸里看到了美珍的头颅，小帅趁机再次偷袭对方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客厅扭打了好久，钟浩成功将小帅制服。然而正当他举起锤子即将为美珍报仇时，警方赶到了现场，及时拦住了钟浩。此刻的钟浩内心五味杂陈，没能亲手帮美珍报仇。警方在小帅的院子里挖出了所有受害者的尸体，其中有一些只剩下了残肢断臂。钟浩冒着大雨回到了医院，领导看到他后不但没有表扬，反而被吓得赶紧上车逃跑。这一幕是多么的讽刺！在电影的结尾，钟浩牵起女孩的手，犹如一位父亲默默守护在女孩身边。以上就是电影的全部剧情。